欢迎收听《生命的光》。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从基督教的视角来看看这个世界。那今天的主题其实蛮有趣的，是关于史蒂夫·贾伯斯的生命启示。我们会来看看这个创新与信仰之间是不是有可能进行一场永恒的对话。是的，特别是我们会参考他2005年在史丹佛那场很经典的演讲，对吧？对，那场很有名，还有一些从基督教信仰角度去分析的文章。我们想做的就是来挖挖看这位科技大神的智慧跟信仰真理之间有没有什么深刻的连结。看看科技创新跟永恒价值怎么能够和谐共存，这点很重要。没错。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吧。贾伯斯那场演讲，他分享了3个故事，连结人生点滴、爱与失去，还有死亡。第一个关于连结点滴，就是他大学休学跑去学字体设计，看起来超没用的。对，在当下看是这样。结果呢，后来对麦肯钦达电脑的设计，产生了关键影响。这单从他自己的角度看，是一种直觉，或说事后才能看懂的连结。他确实是强调要相信直觉、命运、勇气这些，就是回头看才能把点串起来。不过从你提到的这些信仰角度的文章来看呢，他们会用一个不同的框架，就是神的计划或神的预备。神的计划。对，像是引用圣经说的，神对我们的意念是好的，像耶利米书那样，或者说罗马书讲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里就有个有趣的转换，重点从相信自己的直觉变成去信靠神的主权，看到好像随机的事情背后有可能有神的安排。这观点很有意思啊，等于是为那些看似绕路或没意义的经历找到一个更高的意义来源。可以这么说。好，那第2个故事，爱与失去，他提到被自己创办的苹果开除这件事，他竟然说是人生中最棒的事情之一。这听起来真的很怪，对不对？超级反直觉的，一般人遇到这种事大概就垮了吧。对啊。但贾伯斯说，这让他卸下了成功的重担，找回了当初创业时那种初学者的轻盈，反而进入更有创造力的阶段。那信仰的角度怎么看这件事呢？这些分析文章就会把它连接到，在破碎中经历神的恩典，像是圣经里保罗说的，他学会了在任何境况下都能知足，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腓立比书那段吗？对，就是那里。重点变成相信神的恩典是够用的，甚至人的软弱更能彰显神的大能，像哥林多后书提到的。所以关键不在于事情本身好坏，而是怎么回应，以及从哪里找到力量。没错，贾伯斯选择重新爱上所做的事，这也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是真正的满足感？信仰观点会说，不只是世俗的成功或财富。路加福音也提醒我们，生命不由财富决定，而是更深地在神的爱里找到根基。了解。再来是第3个故事，关于死亡。贾伯斯说，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死去，是他做重大决定时最重要的工具。是的，这帮助他厘清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排除那些外在的眼光、骄傲，还有对失败的恐惧。这本身就是个很强大的心理技巧。的确，他甚至说，死亡是生命最杰出的发明，是一种更新机制。但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呢，这里提供了更深一层的视角。是什么？就是复活的盼望。信仰不是把死亡看作终点，而是一个通往永恒荣耀的门槛。会引用像哥林多前书说的，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或是启示录提到新天新地不再有死亡悲哀。所以不是否定死亡的痛苦，而是给出一个超越死亡的盼望。正是如此，这份盼望让人能够比较坦然地面对死亡的必然性，甚至在苦难中也能持守信心，相信短暂的苦楚会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哇，这样听下来，
贾伯斯的人生哲学和信仰的观点，的确有好多可以对话的地方。那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特别是关于贾伯斯那种改变世界的创新动力，我们该怎么结合这些信仰观点来看？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看，会发现科技创新跟信仰其实不一定是冲突的，它们可以并行不悖。创新甚至可以看作是呼应神起初创造的心意，对不对？创世纪说要人治理这地，管理世界。对，就是把神给我们的才能、智慧用来荣耀他。就像旧约里那个很会工艺的比撒列，用他的技术来建造会幕。哥罗西书也说，无论做什么，都要像是为主做的。像是为主做的。但这里有个关键，就是这些信仰分析也会提醒，这份创新它的根基必须是对的，要避免把科技、成就或者说世界本身变成了偶像。就是约翰一书警告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没错，因为从信仰的角度来看，真正永恒的价值最终还是来自于跟神的连结，就像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一样。所以综合来看 ，Steve 贾伯斯的生命故事，从这些信仰角度的诠释来看，它启示我们，科技与信仰其实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在神的主权下和谐共舞。当我们把耶稣放在生命中心的时候，或许就能在串联生命中的点点时，看到神的预备。在经历爱与失去的时候，体会到神的恩典。是的，甚至在面对死亡这个终极议题时，能拥有复活的盼望。正如保罗说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句话在今天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给了我们一个方向，也许可以把创造当作一种献祭，在永恒中书写属于神的荣耀。这个总结很好。好的，那今天我们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重新解读了贾伯斯关于人生点滴、爱与失落，还有死亡的一些看法，确实发现了神的计划、恩典与永恒盼望在其中有深刻的呼应，也探讨了创新与信仰如何能和谐共舞的可能性。那最后也留给听众一个问题来思考一下，在你自己的生活、工作，或是你充满热情的那个领域里，你是否也能看到类似的，就是世俗的经验与更深层次的信仰或价值观，它们交织在一起的可能性呢？好问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